一个小男孩坐在台阶上，孤零零地抱着一个礼物盒，等待彻夜未归的父亲。一辆警车停在面前，警察叔叔和阿姨很和善地和他打招呼。男孩说那是父亲送给自己的礼物。警察叔叔帮他打开了礼物盒，里面是一个可爱的人偶娃娃，但这个礼物似乎更适合女孩子。娃娃身上有一个扣环，吸引了孩子，他伸手拉向扣环。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们今天继续讲由马丁老头和罗伯特雷德福制作的改编自托尼希勒曼推理小说集的《黑暗之风》第二季第2集。书接上回，吉姆中弹，警车被炸，乔和吉姆只能徒步往回走。荒凉开阔的纳瓦霍保留地人烟稀少，直到天黑，乔才把吉姆拖到公路边。吉姆已经失血过多，神志不清。乔冒险拦下了一辆大货车。冬日的旷野覆盖着薄雪，太阳不温不火地跃出地平线。波尼在晨光下独自举行着某种印第安人的仪式。邮差骑马送来了一封来自边境巡逻队的信。波尼来到警局上班，大家正谈论着登月直播。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找到波尼，是乔打来的。他让波尼去医院，等吉姆醒来录个口供。吉姆看到了杀手的样子，他猜测此人就是汽车爆炸案的凶手。波尼把边境巡逻队的来信放入了抽屉，这应该是一封录取信。波尼想离开这里。他前往医院之前，先到原住民的商店买了个护身符，老板热情地免费赠送了一个。波尼带着护身符来到医院，但他并没有马上拿出来，而是例行公事地问着嫌疑人的特征和被枪击的经过。吉姆为这种冷漠感到不舒服，以为波尼在为以前的事儿生气。其实波尼是为他一直不主动联系自己而生气。I owe you an apology. I'm sorry, Bernadette. 听到吉姆的道歉，波尼拿出了护身符放在桌上，示意他带在身上。Well.与此同时，逃脱的杀手躲在自己的房车里，把一个炸弹装入了人偶娃娃身上，并精心地包装起来。乔回到家，养女萨莉正在哄孩子，妻子担心地询问为何彻夜不归。乔疲惫得默不作声。艾玛告诉他约好巫师晚上来做祭祀仪式，最近祸事频发，需要驱邪避祸，找回平安。乔一听，马上要求改到下周一，他没给艾玛理由，艾玛心生不悦。乔独自拿出儿子的那枚奖章，看着儿子的名字，泪湿双目。天一亮，他就找到刚刚打猎回来的文斯先生，把这枚奖章放在桌子上，想从文斯嘴里问出点东西。可惜文斯很坚决地否定了，他不承认这个东西是盒子里的。他也表示对油井爆炸事件毫不知情，同时对汽车爆炸案也不知道。一无所获又毫无证据的乔只能悻悻离开。刚迈出房间，地毯上的轮子印引起了乔的注意，说明刚才文斯太太在这里偷听来着。没多久，乔就收到了治安官的报告。文斯先生称自己的盒子找到了，里面什么都没丢。乔告诉老友，自己在焚烧盒子的土堆里找到了儿子的奖章，那是儿子出事那天带在身上的。治安官觉得乔正在被卷入一个纳瓦霍巫术，油井爆炸也跟纳瓦霍巫术有关。他建议乔去找老父亲询问一下，老人很了解这些纳瓦霍人。乔的父亲也是一个警察，他一直希望儿子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地方，可乔还是留在了这里，和他一样当了一个警察。为此，他对儿子颇有微词，甚至埋怨是儿媳妇艾玛拖了儿子的后腿。父子俩的矛盾也让乔很少来看望父母。在家门口，他犹豫了半天，最终推门而入。醉酒的父亲正在酣睡，母亲看着儿子突然造访，很高兴。乔又拿了一瓶酒叫醒了父亲，他向父亲询问黑暗之名的事儿。父亲说那是一帮疯子，通过嗑药来占卜，是一群危险的罪犯。说到最后，他又开始抱怨儿子没有听自己的话。乔不想争执，起身就要走。父亲最后还是给儿子一个线索，让他去找一个名为玛格烈的老妇人。
乔找到了老妇人，说明来意。老妇人告诉他，戴伦不仅用巫术挣钱，还把圣药卖给了白人。那些服用此药的白人都为之上瘾。不过戴伦死了，那些白人也都销声匿迹了。这些擅自服用圣药的人就是黑暗之民。乔告别了老人，来到医院看望吉姆。他告诉吉姆自己了解到黑暗之民是新的一批人。吉姆也说出文斯太太雇佣他时特别说明盒子与黑暗之民有关。另外汤马斯也曾说文斯先生就是黑暗之民，而且是个巫师，对他父亲下了诅咒。综合这些线索，吉姆分析到，戴伦临死前把和圣药相关的盒子交给了文斯先生，癌症老头想把盒子要回来，文斯先生不给，于是他让儿子汤马斯去偷盒子。因此汽车爆炸案、汤马斯的失踪以及黑暗之民都指向了文斯先生，但这些都只是推测。乔决定第二天和波尼一起再去圣地搜查一下证据。艾玛的诊所里来了一个白人记者，他想采访艾玛，了解计划生育服务法对印第安妇女的影响。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艾玛警惕地拒绝了。但女记者不屑地追问，艾玛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的不信任。她觉得这些所谓的记者并不是真的想帮忙，而只是想把这些来自印第安人承受的不平等的痛苦作为白人的新闻猎奇、茶余饭后的谈资，对原始落后民族的同情。拒绝后愤怒地离开了。乔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终于又可以有一点时间修理那辆旧摩托车。波尼来找乔，波尼和乔的感情情同父女。从小叛逆的波尼正是被乔收养了，才得以步入正途，并成为一个警察。他拿出边境巡逻队的信给乔看，他不甘心永远做一个警员。部落警局并没有那么多的上升岗位，所以波尼想要换个环境，这让乔很不舍，可还是接受了波尼的选择，并提出如果波尼需要，他可以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第二天，两人再次来到吉姆中枪的那个圣地附近。波尼发现了一些未烧尽的油井资料，乔找到了一个刻有 B.J. 文斯缩写的空木盒。他们还在一个沟壑里发现了汤马斯的尸体。乔马上想到汤马斯的小儿子还独自在家，于是两人匆匆赶到汤马斯家。孩子正独自坐在屋前，怀里抱着一个礼物盒子。乔打开了礼物盒子，里面装了一个人偶娃娃。男孩很开心，娃娃身上一个塑料小环引起了男孩的注意。正当他想拉的那一瞬间，乔警惕地喊停了他，拿过这个可疑的娃娃。果然，乔发现这是一个伪装成娃娃的炸弹，而那个小环就是引爆线。乔马上让波尼把孩子带回警局，并给自己的父亲亨利打电话。深夜，老父亲赶来，正是上阵不离父子兵。两人一边斗嘴，一边开始拆弹，有惊无险地拆除了炸弹的引线。登月直播开始了，住在附近的所有部落居民都围在杂货铺的电视机前，关注这个人类的伟大事件。大家正看得起劲儿，电突然短路了。有人提议到警局蹭电视。波尼带着孩子在警局，乔回到警局，波尼如释重负，把孩子交给乔，就自顾自去调查那份油井资料的残页。乔给全神贯注看直播的小孩子开了个玩笑，他说登月的宇航员在纳瓦霍的荒野受训，他们遇到一个印第安长老，长老托他们把一段印第安语带上月球，告诉那里的智慧生物。这段话的意思是别相信他们，他们是来偷你们的土地的。这真是一个好梗。男孩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但马上他就想起了父亲。乔安慰着他，但不忍心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死去的消息。电视上放出登月宇航员的照片，男孩突然说，和这个宇航员很像的一个金发白人男子出现在他家附近。他告诉了爷爷，爷爷警告说这个人是个坏人，因为他把井给炸了。这一句话令乔心头一震，忙着问男孩什么井，但男孩一无所知。乔却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原来儿子的死并不是一个意外。警局门被推开，一群部落原住民拥进来蹭电视。乔失神地跌坐在椅子上，
医院里，吉姆正在走廊里和护士们聊着天看直播，电梯门打开了。杀手乔装成一名医生出现在眼前。好的，第2集介绍完了。本集的剧情推进很快，似乎所有的证据都指明 B.J. 文斯就是黑暗之谜的带头大哥。如果后面出现反转，那将是出乎意料的设计。因为这才第2集就把主谋丢出来，也有点太早了。杀手是不是 B.J. 文斯雇佣的还不清楚。文斯太太不可能一边雇佣杀手，一边雇佣侦探，这也太矛盾了。但他有可能是重要的人证。杀手的人物设定比较奇怪，他应该是被雇佣的。他炸死老头和杀了老头的儿子是受人所托，他杀死消息贩子是为了钱，但他开枪打伤吉姆的动机就有些许不合理，因为他开枪就会暴露自己，对方是2个人，其中一个还穿着警服，他这种鲁莽的行事颇有点同归于尽的感觉，实在太高调了。而且他还是炸油井的凶手，难道真的不怕暴露吗？本季的主要坏事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故事的主要冲突。按常理，杀手杀人是为了钱，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失败，面对人财两空的结局。而如果他是个失控的疯子，那他的雇主就真是瞎了眼了。不过这才刚第2集，剧情还在展开中，我们拭目以待后面的发展。好的，今天就聊那么多，我们下集继续聊。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说说你想听的剧，我们会抽时间制作。再次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集见。